你最近是不是常常有一种感觉，明明身体没做什么粗活，但就是觉得好累，好累。那种累不是睡一觉就能补回来的，而是打从灵魂深处透出来的一种浩劫感。各位朋友，请你现在立刻停下手边的动作，对，就是那个不停划着手机屏幕的手指头，先停下来，把心里那种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说不上来闷闷的焦虑感先放一放，听我为你解惑。我们到了这个岁数，30好几，跨过40或者是50上下，每天的日子看起来都在轨道上运转，但只有你自己知道，你就像个停不下来的陀螺，白天在公司跟老板客户周旋，为了薪水吞下委屈，晚上想着缴不完的房贷车贷，逐渐老去的父母，还有正处叛逆期的孩子，你拼了命的想把一切都抓紧，怕自己一松手，整个家就垮了。甚至回到那个生你养你的家，听着另一半聊着别人的新车，听着孩子吵着要去网红餐厅打卡，你坐在一旁，竟然会觉得无比的孤独，甚至觉得一切都无聊透顶。如果你也有这种深深的无力感，请给我几分钟。今天我要用老祖宗的佛学智慧，跟你讲几句世俗绝不会告诉你的掏心窝子话。看完这支影片，你会彻底明白自己究竟在焦虑什么。我还会给你3个不用花半毛钱的微小行动，帮你瞬间关掉心里的虚火，把心安顿下来，不用逃避到深山老林，就在明天的柴米油盐里，一步步拿回属于你人生的绝对控制权，找回你真正渴望的平静与安全感。如果你现在听到这里，觉得心稍微静下来了一点，觉得天啊，这根本就是在说我，那么你的心门已经开始打开了。你能刷到这支影片，或者说你能在此时此刻听到我讲的这番话，绝对不是大数据的演算法，更不是什么偶然，这在老祖宗的智慧里叫同气相求，是你的心态，你的频率把你带到了这里。接下来我们要来谈谈，到底是什么绑住了我们，又该怎么找到那把解开焦虑的钥匙。我们刚才说到，你心里的慌是因为你在向外求。现在我要跟你分享一个可能会颠覆你过去几十年认知的真相。你回想一下，从小到大我们受到的教育是什么？是要我们去抓。读书的时候要抓分数，结了婚要抓伴侣的心，有了小孩又要去抓孩子的成绩跟前途。我们总以为只要我把这些东西都抓得紧紧的，我的下半辈子就安全了，对吧？但佛教里有一个很核心的智慧，2个字，叫做无常。很多人一听到无常，眉头就皱起来，觉得哎呀，好悲观，好触眉头。其实不是的，无常是一个非常中性的词，它只是在告诉我们一个宇宙最基本的规律。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是永远不变的。你看，亲戚之间的关系会变，儿女的想法会变，菜市场的物价会变，连我们自己的身体，昨天还能一口气提着2大袋菜爬上5楼，今天稍微变个天，膝盖就开始酸痛了。这也是变。你把所有的安全感都建立在这些随时会变的东西上，这就像什么？就像在台风天里，你非要拿着一个塑胶袋去装风，你抓得越紧，袋子破得越快，你的人也被吹得东倒西歪，这能不痛苦吗？能不焦虑吗？我们佛教里有一位很了不起的大师，苏东坡和佛印禅师的故事里提过一个很高的境界，叫做8风吹不动。哪8阵风？叫做利、衰、毁、誉、称、讥、苦、乐。听起来很文言文，对不对？我用大白话翻译给你听。利就是你今天去市场买菜，老板多送你一把葱，或者过年晚辈多包了点红包，你心里高兴。衰就是你今天出门骑摩托车，结果爆胎或者被骗钱了，你觉得倒霉。毁和讥就是街坊邻居在背后对你指指点点，
说你闲话，或者亲戚聚会时酸你两句，让你下不了台。遇和称就是别人当面夸你衣服好看，夸你孩子考上好学校，你觉得很有面子。苦跟乐就是你身体的病痛折磨，或者是吃了一顿大餐，看了一场好戏的开心。各位朋友，这八阵风每天都在我们的生活里吹来吹去啊，我们大多数人就是被这八阵风吹得团团转。别人夸你一句，你就轻飘飘的，开心的不得了；儿女一句不耐烦的重话，或者邻居一个白眼，你心里那个火就上来了，委屈的整晚睡不着觉。你看，你的情绪，你的喜怒哀乐，那个遥控器全部都交在别人的手里。你说这样的人生，你怎么可能做得了自己的主？你怎么可能不累？这就是我要给你的降维打击。你来到这个世界上，根本不是为了去伺候这些风的。你现在会觉得痛苦，是因为你太想迎合外面的世界，却忘了照顾你自己的心。你的本心应该是一座山，山是不会因为今天吹南风，明天吹北风就跟着跑的。那些外在的面子，别人给你的评价，甚至你现在存折里的数字，都只是飘过这座山的云雾。云雾迟早会散，但山永远在那里。当你懂了这个道理，你就会明白，你根本不需要去恐惧跟不上时代，因为会被淘汰的永远只有那些外在的虚假的东西。那个真正善良、纯粹、拥有几十年深厚人生阅历的你，是任何人都夺不走的。一旦你把这个底层逻辑看透了，把心从向外求转向内观，你会发现你心里的那股虚火瞬间就熄灭了一大半。这在佛法里叫什么？这叫狂心顿歇，歇即菩提。你停下那个疯狂向外抓取的心，那一刻你自身的智慧和定力就出来了。各位朋友，你有没有觉得我们现在的日子就像是一场停不下来的逃亡？为了帮你解开这种被追着跑的焦虑，我想先跟你分享一个非常经典的佛学譬喻故事。在古老的佛经里，有这么一个人，他在荒凉的旷野赶路，突然听到身后传来震耳欲聋的狂吼，他猛地回头，吓得浑身血液凝固。一只体型巨大的饥饿猛虎正张开血盆大口朝他狂奔过来。这个人拼命往前跑，连鞋子跑飞了也浑然不觉。他感受得到老虎喷出的热气几乎扑到后颈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停下就会没命。你想想，这只在背后死咬不放的老虎，像不像我们每个月逼近的房贷、车贷，老板压下来的业绩指标，还有担心随时被社会淘汰的恐慌？就在快被扑倒的瞬间，他跑到了一处悬崖边，前方是黑漆漆的万丈深渊。往下看，深渊底部竟盘踞着3条吐着信子的毒龙，正张开大嘴等着他掉下去。这3条毒龙就是我们平时最无力抵抗的宿命：生病、衰老和死亡。前有毒龙，后有猛虎，退无可退，生死一瞬间。他看到悬崖边长着一根粗壮的藤蔓垂向深渊，他想都没想，纵身一跃，死死抓住藤蔓。上面的老虎愤怒咆哮，底下的毒龙贪婪注视。他悬在半空，满头大汗，总算暂时喘了一口气。可是老天爷的试炼还没结束，他突然听到头顶传来一阵让人毛骨悚然的窸窸窣窣声。他抬头一看，心瞬间凉了半截。天啊，一黑一白2只老鼠，不知道什么时候爬到了那根救命的藤蔓上，正露出锋利的牙齿，咔嚓咔嚓地咬着藤蔓。藤蔓的纤维一根接着一根的断裂。这2只黑白老鼠是什么？就是我们的白天和黑夜，是永远停不下来的时间。随着咔嚓咔嚓的声音，我们死死抓在手里的青春、健康，还有那些引以为傲的安全感，都在被一点一滴地咬断。各位朋友，你想想这个绝望的画面，
上面有猛虎咆哮，下面有毒龙张口，手里的绳子马上就要断了。这不就是我们30多岁、40多岁卡在中间三明治世代的真实写照吗？进退两难，每天连呼吸都觉得焦虑。但是故事最震撼人心的地方来了，就在这个时候，这个人突然闻到了一阵极其清甜的香气。在这充满死亡气息的悬崖边，这股香气显得特别突兀。他顺着香味转头一看，在悬崖陡峭的石缝里，居然倔强地长着一颗野草莓。那颗草莓红透了，上面还挂着晶莹的露水，散发着诱人的光泽。这个时候，他做了一个决定，他没有再去绝望地盯着头顶的老虎，也没有再低头恐惧底下的毒龙，他更没有去管那2只老鼠。他艰难地空出一只手，轻轻摘下了那颗红透的草莓，放进嘴里，慢慢地咬了下去。鲜甜的汁水瞬间在口腔里爆开，那股清香直冲脑门。他忍不住闭上眼睛，发出一声感叹：哇，这颗草莓真的是太甜太好吃了。各位朋友，这就是佛法里最高的智慧，活在当下。既然过去的老虎你改变不了，未来的毒龙你预测不到，时间的流逝你也无法阻止，那你唯一能把握的就是此时此刻眼前这颗甜美的草莓。这颗草莓可能是下班后孩子给你的一张画，可能是另一半为你留的一碗热汤，也可能是你现在喝着的一口好茶。只要你愿意去品尝，这就是你生命里最真实的幸福。说到这里，你可能心里在嘀咕，你说得到轻松，山是不会动，没错，把握当下的草莓也没错，但我明天一早还是得面对家里的柴米油盐啊，我还是要面对那些让我心烦的亲戚琐事啊，难道要我把家里的一切都扔了，去深山里敲木鱼吗？千万不要，如果你抱着这种逃避的心态去躲起来，那我保证，就算你躲到深山老林里，你心里的那座火山照样会爆发。我来讲个佛教里很有名的真实故事，你听完就明白了。在唐朝的时候，有一位极其了不起的高僧，叫做百丈禅师。当时他已经是一位90多岁、德高望重的老人家了，满脸皱纹，胡须全白。按理说，他完全可以坐在禅堂里，舒舒服服地接受信徒的供养和徒弟们的伺候，但他没有。哪怕是在炎炎夏日，毒太阳把大地点得像个火炉，百丈禅师依然每天穿着粗布僧衣，卷起裤管，光着脚丫子踩在滚烫的泥水里。他手里紧紧握着一把沉重的锄头，跟着20-30岁的年轻徒弟们一起下田、开荒、砍柴、除草，汗水顺着他苍老的脸颊滴进泥土里。他的腰背虽然已经佝偻，但挥舞锄头的动作却一丝不苟。徒弟们在旁边看着，心里那个酸楚啊！大家私下里交头接耳，师父年纪这么大了，骨头都脆了，怎么还能在烈日底下干这种粗活？万一闪了腰或者中暑了，可怎么办？于是有一天，几个徒弟一合计，决定强行让师父休息。趁着天还没亮，他们悄悄溜进师父的房间，把那把沾满泥土的锄头给藏了起来。徒弟们心想，这下好了，没有了工具，师父今天总算能好好在房里歇一天了吧。到了下田的时间，百丈禅师找不到锄头，他在院子里转了2圈，什么也没说，转身就回了房间。徒弟们暗自窃喜，以为计划得逞了。可是你猜怎么着？到了中午，寺庙的钟声敲响，所有人都在斋堂里集合，准备吃饭。百丈禅师也来到了饭桌前，他端正地坐在自己的位子上，看着眼前热腾腾的米饭和青菜，却双手合十，闭上眼睛，一口都不吃。起初，徒弟们以为师父在闭目养神，可过了1刻钟，大家碗里的饭都快吃完了，
禅师依然像一座雕像一样一动不动。整个斋堂安静的可怕，气氛变得非常紧张。大徒弟吓坏了，赶紧跑上前，扑通一声跪下，焦急地问：师父，您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？为什么不吃饭啊？禅师慢慢睁开眼睛，目光炯炯地环视了所有人一圈，用低沉却充满力量的声音只说了8个字：一日不作，一日不食。这8个字像敲钟一样震在每一个徒弟的心上，意思就是我今天没有付出劳动，没有流下汗水，我就没有资格吃下这一口属于众生的饭菜。只要我活着一天，就必须用我的双手去耕耘生活。徒弟们听完，眼泪当场就掉下来了，羞愧得满脸通红，没办法，只好乖乖地把藏起来的锄头双手奉还。接过锄头的那一刻，老禅师的脸上才露出了微笑，端起饭碗吃了起来。这就是佛教里非常有名的公案。一个90几岁得道的高僧，他没有把自己关在禅房里当个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，他把双脚踩在泥土里，因为他知道生活里的劳动本身就是修行。我们再回头看看现在的很多人，我常常遇到一些朋友，像我一位50多岁的老大哥老林，他前阵子跑来找我，眉头深锁地说：我真的受够了，每天帮忙带孙子，出钱出力，结果媳妇还嫌我规矩太多，嫌我带得不好，我想搬回乡下一个人住，我想去寻找内心的平静。我当时看着他，问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：老林，你心里的那个结解开了吗？你就算躲到天涯海角，只要心里还在怨，日子能平静吗？各位朋友，像老林这种情况，他心里想的不是修行，他那是逃避。他觉得家庭琐事是苦海，想跳船。但佛教里讲正命，什么是正命？就是正当的生活与承担。我们在红尘俗世里照顾家人，操持家务，这不是俗气，这是一份伟大的修行。那个充满油烟味的厨房，那个洗碗的琉璃台，就是你最好的道场。面对不讲理的邻居，或是无理取闹的亲戚，你深呼吸，忍下了一口气，没有发脾气，你这就是在修佛法里的忍辱。你今天把一整屋子凌乱的家务，或者把神明桌擦拭得干干净净，有条不紊，这就是在修精进。你对着那个满脸愁容的菜市场摊贩，或者是来收资源回收的老人家，给出一个真诚的微笑，说一句温暖的话，朋友，这就是在布施啊。我们再来聊聊心境这回事。很多朋友到了这个年纪，明明自己吃穿不愁了，但整天还是眉头深锁，看电视播气象预报也烦恼，看儿女换工作也烦恼，总觉得没有一件事情是顺心的。佛教里有一个哭婆婆的故事，我每次讲给身边的老朋友听，大家都会会心一笑。从前有一位老太太，不管春夏秋冬，大家总能看到她坐在家门口的石阶上抹眼泪，她的眼睛长年累月的哭，肿得像2颗核桃。街坊邻居看了都不忍心，大家都私下里叫她哭婆婆。有一天，一位云游的老和尚路过，天空正下着倾盆大雨。老和尚看到这位老人家坐在屋檐下，哭得捶胸顿足，眼泪混着雨水往下掉。老和尚大发慈悲，撑着伞走上前，蹲下身子，温和地问：老人家，您到底是遇到什么过不去的生死大关了？怎么哭得连气都喘不上来呢？老太太用袖子抹了抹通红的眼睛，哽咽着诉苦：师父啊，你不知道我这命有多苦，简直是老天爷在惩罚我。我有2个女儿，大女儿在黄昏市场摆摊卖夹冰和冷饮，小女儿在街角摆摊卖雨伞和雨衣。你抬头看看这鬼天气，今天下了这么大的暴雨，我就想到大女儿的冰店肯定连半个客人都没有，冰块全化了，
一天又白干了。我心疼他赚不到钱，就忍不住大哭。老太太喘了口气，继续说：可是如果明天出了个大太阳，热得把人都要烤焦了，我又会想到小女儿摆在街角的雨伞，肯定一把都卖不出去，全在那边长灰尘。我一想到她烈日下守着空摊子的可怜样，我一急，这眼泪就像断了线一样掉下来。师父，你说我这颗心就像在油锅里煎一样，不管是晴天还是雨天，我这日子怎么熬得下去啊？老和尚听完他这番痛彻心扉的哭诉，竟然没有安慰他，反而仰起头，哈哈哈哈的放声大笑起来。老太太被笑得愣住了，满脸错愕。老和尚收起笑容，满脸慈悲地看着他说：老人家，您真是糊涂啊！您这不是命苦，您这可是老天爷给的天大福报啊！您怎么不把脑子里的那个念头稍微转个弯呢？老和尚指着外面的大雨说：今天下暴雨，您应该高兴地跳起来才对。您想啊，太棒了，今天大家全都被雨淋成了落汤鸡，小女儿的雨伞肯定供不应求，赚得盆满钵满。那如果明天出了大太阳呢？您更要开心了，太好了，天气这么热，大女儿的冰生意一定好，得排长龙，收钱收到手软。您看看，大晴天大女儿发财，下雨天小女儿赚钱，天下哪有您这么有福气的人？不管晴天雨天，不都是喜事一桩吗？老太太听完这番话，脑子里就像敲响了一记红钟，轰地一声，突然醍醐灌顶了。她愣了足足有1分钟，然后猛地一拍大腿，脸上的愁云惨雾瞬间散去，爆发出爽朗的笑声。对啊，我怎么这么傻，白白哭了这么多年。从那天起，无论是烈日当空还是狂风暴雨，大家再也没见过她掉眼泪，每天都坐在门口笑眯眯地喝茶，街坊邻居也改口叫她笑婆婆了。这个故事听起来很简单，但你想想，我们平常的日子不就是这个哭婆婆吗？很多时候事情的本身根本没有好坏之分，是我们的念头决定了我们是痛苦还是快乐。你看着刚毕业的孩子换了几次工作，你愁得睡不着，觉得他是不是定性不够，吃不了苦。但你怎么不转个念头想，太好了，趁年轻多方尝试，他总会找到自己真正喜欢的热情所在。你看着自己年纪大了，体力不如从前，你唉声叹气，觉得岁月不饶人，你怎么不转个念想，太好了，我终于有正当理由可以放慢脚步，好好享受生活，不用再像年轻时那样拼命了。这在佛法里叫什么？这叫烦恼即菩提。同一个境遇，你往坏处想，这就是折磨你的地狱。你念头一转，看见它好的一面，当下就是极乐世界。你说这把转念的钥匙是不是一直都握在你自己手里？当你不把日常琐事当成是折磨，而是把它当成是磨练你心性的石头，你这颗钻石就会在这红尘俗世里越磨越亮。到那个时候，就算你身处在最嘈杂的市场里，你的心也像是在安静的寺庙里一样清凉。各位朋友，听到这里，你心里的那颗石头是不是稍微放下来一点了？既然心安静下来了，现在我要跟你聊聊你身上那些常常让你觉得痛苦甚至自卑的特质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年纪越长，你好像越来越不合群了？在社区发展协会或者亲友聚会里，别人为了面子攀比，可以面不改色地讲出连自己都不信的场面话。有钱的亲戚在讲空话，旁边的人拼命拍手叫好，你坐在角落却觉得如坐针毡，心里甚至会有一阵阵的反胃。你就是做不到跟着迎合。还有最重要的一点，你是不是那种老一辈常说的把吃亏当吃补的人？这辈子你可能被人骗过钱，被朋友背叛过，甚至被你掏心掏肺对待的人反咬一口。可是当你下次走在路上，看到有人的车抛锚了，
或者看到推着沉重回收车的老人家上坡推不动，你心里那个痛啊，还是会让你忍不住冲上去帮一把。身边的人都笑你傻，笑你没心机，不懂得保护自己，甚至连你自己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都恨过自己。为什么我就不能自私一点？为什么我就不能像别人那样算计一点，圆滑一点？今天我要看着你的眼睛，郑重地告诉我，千万不要改，你一点都没有错。这不是你情商低，也不是你神经衰弱，更不是你命苦。在我们佛教的眼光里，这代表你的觉性正在苏醒。你那种对虚伪的不合群跟反胃，是因为你的灵魂太干净了。佛教讲本来面目，你的心就像是一面毫无杂质的明镜。当你遇到那些虚假、充满算计的烂人烂事，这面镜子本能的就会排斥。老天爷给了你一个最灵敏的雷达，那种不舒服的感觉是宇宙在保护你，它在提醒你，这个磁场不对，赶快离开，不要让这些乌烟瘴气耗损了你珍贵的能量。除了生活的压力和磁场的不合，我们在这个年纪肯定还吃过一种苦，叫人际关系的苦。面对那些不讲理的亲戚，或者职场上故意刁难你的人，甚至把你的善良当软弱的人，我们该怎么把心安顿好？我再跟你分享一个故事。当年佛陀在四处传法的时候，因为他的大智慧和无边的慈悲，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来跟随他，但这惹来了一些外道人士的极度嫉妒，他们觉得佛陀抢了他们的风头。有一天，阳光明媚，佛陀正坐在一棵巨大的菩提树下，声音柔和地给上百位弟子们讲课。现场鸦雀无声，充满了祥和的气氛。突然，一阵粗暴的脚步声打破了宁静。一个满脸横肉的年轻莽汉推开人群，气势汹汹地冲到了最前面。他就像一头被激怒的疯牛，指着佛陀的鼻子就开始破口大骂。他骂得极其难听，什么恶毒、下流的字眼都用上了，甚至侮辱佛陀的家人，嘲笑他的信仰。一边骂，他还一边嚣张地在佛陀面前走来走去，唾沫星子横飞，最后甚至恶狠狠地向佛陀的脚边吐了一口口水。坐在两旁的弟子们哪里受得了这种气，大家气得眼睛都红了，纷纷握紧了拳头，拿起手里的木杖，就要冲上去教训这个无理取闹的泼皮。可是你看佛陀，他犹如一座深不可测的湖泊，他静静地盘腿坐在那里，身姿挺拔，脸上没有一丝一毫的怒气，始终带着那种平静慈祥的微笑。佛陀就这样静静地看着这个年轻人发飙，眼神里充满了怜悯，连一句反驳的话都没有说。那个年轻人就像个跳梁小丑一样，跳脚骂了足足半个时辰。渐渐的，他口干舌燥，嗓子都喊哑了。他惊恐地发现，佛陀根本不接他的招，他的恶毒咒骂就像是重重的一拳打在了软绵绵的棉花上，一点反弹都没有。他看着佛陀那双看透一切的宁静眼眸，心里竟然开始发毛，最后觉得无趣又心虚，只能气呼呼地转头溜走了。等他走后，大弟子阿难实在憋不住了，满脸委屈地跑上前问：师父，那个人这么践踏您的尊严，说得那么难听，您为什么一句话都不反驳？难道我们就由着他欺负，白白受这股窝囊气吗？佛陀微笑着安抚激动的弟子，语气依然平缓，问了一个问题：阿难啊，我问你，如果今天到了你的生日，有人精心包了一份礼物带来送给你，但是你看了看，决定拒绝，不接受这份礼物，请问这份礼物最后的主人是谁？阿难愣了一下，想了想，回答说：既然我不收，那送礼的人当然只好自己尴尬的原封不动带回去了，所以礼物还是属于他自己的。佛陀点点头，深邃的目光看向远方，说的没错，刚才那个年轻人带着他心里满腔的愤怒，
恶毒的语言和嗔恨，打包成了一份名叫业障的礼物，气急败坏地跑来送给我。但是我的心里装满了慈悲和平静，没有任何容纳愤怒的角落。我微笑着拒绝了，我没有收下他的礼物。既然我不接，那他刚刚抛出来的所有恶毒与戾气，最后由谁带回去了呢？全都被他自己带回去了，继续腐蚀他自己的五脏六腑。各位朋友，你听懂这个故事的含义了吗？我们在生活里常常遇到那种把情绪垃圾往我们身上倒的人，别人酸你一句，你心里就过不去，气得整晚睡不着觉，在脑子里跟他吵了300回合。这代表什么？代表你把别人送给你的毒药双手接了过来，还自己喝了下去。到我们这个年纪，真的要学聪明一点。别人要骂你，要酸你，那是他的业障，是他的修养不够。你要不要生气，要不要往心里去，那是你的选择。只要你不去接那份名叫愤怒的礼物，那份恶业就全都会反弹回到他自己身上。你的心里依然可以是一座平静的山，一丝风都吹不进来。而你那种近乎傻气的善良，根本不是软弱，那是宇宙间最伟大、最珍贵的慈悲。很多时候，我们遇到不公平的事，就算不去接别人的愤怒，心里总觉得苦得不得了。佛经里记载过这样一个故事，有一个年轻人整天像个泄了气的皮球，他觉得老天爷处处针对他，做生意被亲戚坑了钱，谈婚论嫁的女朋友跑了，前几天还生了场重病。他实在咽不下这口气，跑去深山古寺，找到一位白发禅师抱怨：大师，我的人生太苦了，所有人都在骗我，我真的撑不下去了。大师静静听完他倒了1个多小时的苦水，没说半句安慰的话，而是转身走到厨房，抓了一大把粗糙的盐巴。大师拿出一个小玻璃杯，倒满白开水，把那把盐全扔进去，用力搅拌，水变得浑浊。大师把杯子递给年轻人，来，你喝一大口看看。年轻人接过来，仰头猛灌了一口，噗！他立刻痛苦地吐了出来，眼泪都被咸出来了。他捂着脖子大喊：呸！大师，这水又苦又咸，像毒药一样，喉咙都要烧起来了，根本不能喝。大师笑着点点头，拍拍他的肩膀，示意他跟着走。两人穿过寺庙后院，来到后山一片广阔无垠的大湖边。微风吹过，湖面荡漾着波光，景色辽阔，让人心胸一敞。大师从怀里又掏出一把一模一样的粗盐，手臂一挥，用力洒向波光粼粼的湖水，盐粒瞬间消失，连一丝涟漪都没激起。接着，大师拿起干净的木瓢，舀起一瓢清澈的湖水递给他：你再喝一口看看。年轻人将信将疑地喝了一口，清凉的湖水顺喉而下，他眼睛一亮，这水好甘甜清凉，一点咸味都没有。大师语重心长地说：孩子，生活里那些倒霉事、痛苦和背叛，就像这把盐，分量是固定的，但这把盐落到你心里，你到底感受到多少痛苦，完全取决于你把它放进了多大的容器里。大师指了指年轻人的胸口，当你的心量只有那个小水杯那么大的时候，一点点委屈塞进去，这杯水就变成了让你生不如死的苦水。但如果你能打开格局，让你的心胸变成眼前这片深不见底的湖泊呢？那把烦恼的盐撒进去，不过是沧海一粟，根本改变不了你内心深处的平静与甘甜呐。各位朋友，我们现在会觉得痛苦委屈，是因为把心缩得像水杯一样小，别人的一句闲话，一点损失掉进去，当然又苦又涩。但如果你能把心胸打开，装进这大半辈子经历的风雨和无常，让心变成一座深不见底的湖泊，到那时世俗的闲言碎语和小小得失
就像一把盐洒进广阔的湖水，根本影响不了你内心的平静与甘甜。道德经说，天道无亲，常与善人。老天永远眷顾善良的人。你给出的每分善意，都是播下的一颗种子，即使没在占你便宜的人身上开花，也请相信因果，老天一定会在未来某个意想不到的转角，安排贵人连本带利的把福报还给你。这就是为何你虽常吃小亏，却总能在绝境中逢凶化吉。所以别再为了迎合别人而怀疑自己，接受你的敏感，拥抱你的善良。你就像混在鸭群里的天鹅，觉得格格不入，是因为你根本不属于那个泥水池。你不是奇怪，只是提早醒来了。朋友，听到这里，心是不是踏实了许多？佛说，佛法在世间，不离世间觉。真正的修行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的道理，而是每天睁开眼，双脚踩在地板上的每一个当下。既然修行就在日常起居里，面对明天又要开始的庸碌生活，我们该怎么做才能保持这份平静呢？我今天不教你打坐，也不教你背经文，我只给你3个看完影片立刻就能做的微小行动。很简单，但只要愿意做，我保证你的气场马上就会不一样。第一个行动，睡前3分钟的心灵倒垃圾练习。每天傍晚，我们都会把家里打包好的垃圾提出去巷口等垃圾车，把脏东西丢掉，家里才会干净，对吧？可是朋友，你家里的垃圾你天天丢，那你心里的垃圾呢？白天的嫌弃、亲戚的酸话、对未来的担忧，你是不是都把它们堆在心里，然后带到床上去陪你睡觉？难怪你会失眠啊！从今天开始，你每天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，请你闭上眼睛，做3个深呼吸。吸气的时候，想象你吸进了全宇宙最干净、最清凉的空气。吐气的时候，你在心里对自己说，今天不管发生什么好人好事、烂人烂事，都到此为止了。把你脑子里那些纠缠不清的念头，就像打包垃圾一样，随着你吐出的一口气，全部丢出房门外。天大的事情，明天太阳升起再说。把这3分钟的专注当作是你一天最神圣的仪式，你的睡眠品质一定会越来越好。第二个行动，开口前的停顿1秒钟练习。我们这个岁数最容易犯的毛病是什么？就是嘴碎，爱念。看到孩子晚回家，或者伴侣东西乱丢，那把无名火一上来，伤人的话想都不想就脱口而出，你怎么老是这样？我说过几次了。话一出口，家里的气氛瞬间降到冰点，事后自己又懊悔的半死。佛教常说要修口业，修口业不是叫你变哑巴，而是修你的觉察力。下次当你觉得心里那把火又要烧起来，那句难听的话已经冲到嘴边时，我请你硬生生地把嘴巴闭上，就停顿1秒钟就好。在这1秒钟里，你在心里默念一句阿弥陀佛，或者只是深深地咽下一口口水，你信不信？就这1秒钟的停顿，你的理智就回来了。那句原本像刀子一样的话，就会变成温和的提醒。你能控制住自己的嘴巴，你就能控制住自己的命运。这就是最强大的定力。第3个行动，每天找一件小事，练习只管打坐的专注。刚才我们说过，洗碗也是修行。我请你明天开始，每天挑一件你平常觉得很无聊的家事，试着全心全意地去做它。比如你下午在客厅泡茶，以前你可能是一边泡茶，一边看电视，一边还滑着手机。现在试着把电视关掉，手机放下，你就专心看着热水冲进茶壶里，看着茶叶慢慢舒展开来。端起茶杯的时候，去感受杯子传到手心里的温度。喝下去的时候，去品尝那股茶香是怎么划过你的喉咙。
这在禅宗里叫做活在当下。当你把全部的心力都集中在这杯茶、这盆花或是这把扫把上的时候，你的大脑就没有多余的空间去焦虑未来，去后悔过去了。朋友们，这3个行动不用花你半毛钱，也不用你去求神问卜，只要你把这3件小事做好，把心安顿好，老天爷的福气自然就会顺着你这个打通的管道源源不绝地流进来。各位朋友，这支影片我们聊了这么久，你能耐着性子听到这里，说明我们的缘分真的很深。我看着镜头，就好像看到了屏幕前面的你。我知道这大半辈子你走得好辛苦，为了这个家，为了孩子，为了讨一口饭吃，你吞下了多少委屈。你逼着自己去适应那些你不喜欢的规矩，你对着那些你根本不想理的人陪笑脸，你大半辈子都在为别人撑伞，即便自己淋得一身湿，也从来没有一句怨言。但是现在听我一句劝，把那些不属于你的重担卸下来吧，不要再怪自己不够圆滑，不要再焦虑自己是不是快被社会淘汰，更不要觉得自己好像一事无成。你静下心来想一想，你把孩子拉拔长大，你撑起了一个家。更难得的是，你在经历了社会上那么多的欺骗、冷漠和挫折之后，你的心里居然还保留着那一块最纯净、最善良的净土。朋友，这本身就是全宇宙最了不起的成就啊！老天爷让你经历前面的那些苦，不是为了惩罚你，而是为了雕刻你。就像一尊佛像，不经过千刀万剐的雕琢，怎么能显现出庄严的法相？从今天开始，别再说自己老了，别再说自己没用了，你的下半场才刚刚要开始。这一次，我们不为别人活，我们不求大富大贵，我们只为自己这颗安定的心而活。佛家常说，一灯能除千年暗，一智能灭万年余。如果你今天听完这番话，觉得心里的那盏灯好像被点亮了一点点，如果你准备好要放下那些折磨你的执念，迎接内心真正的平静，我诚挚地邀请你做一件充满力量的小事，请你在这支影片底下的留言区，为你自己，为你的家人，或者为这个世界留下一句善言，或者一句祈福。你可以简单的写下我愿放下执念，找回平静，或者写下愿我的家人平安健康，愿一切安好。这绝对不是一句普通的留言。当你敲下这些字，发送出去的那一刻，你就是在向整个宇宙发出一个最纯粹的善念。当我们这里几千个、几万个善念汇聚在一起的时候，这个小小的留言区就会变成一个无比强大的正向磁场。你看见了别人的起伏，别人的心也被你的善意所温暖。我们就算素未谋面，也能在这里互相点亮彼此。记住老祖宗的那句话，吉人自有天相，你只管善良，把心安顿好，上天自有最好的安排。感谢你今天的陪伴，接下来的日子一定要好好保重自己。天冷了，记得添件衣服，好好吃饭，好好睡觉。我们下期再见。愿那时候的你已经找回了那份久违的笑容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这番话刚好解开了你心里的一些结，让你在繁忙的生活中找到了一点平静的力量，非常欢迎你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你的每一个关注与留言都是我们在这里结下的一份善缘。未来的日子里，我会继续在这里陪你喝口热茶，聊聊生活里的智慧。我们下次见。